欢迎收看关键时刻。今天彭博爆了一个惊天的大内幕，那个不可一世的川普，他失眠了，他竟然失眠了，他竟然焦虑了。原因是什么？他跟中国的贸易谈判现在完全谈不拢。在这种焦虑失眠的情况之下，川普只能做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打给他的好朋友，这人叫做普丁。原本想说可以聊一些什么，但是谈话内容完全没有一些相关记载。普丁只跟他讲说，对，我要继续去打乌克兰。而另外一个抒压管道是什么？就是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面过来发文。他发文对象当然是针对于习近平而来。他说：“我非常喜欢你啊，习近平，但是将来也会非常喜欢，我一直都很喜欢你。但是他非常强硬，我很难跟他达成协议。”这个是美国的智库学者张家敦，他特别说，川普总统因为担心中国内部发生一些事情，所以才会暂缓向中国征收高关税，愿意跟习近平谈，但看起来重点是在这哦，习近平近期已经大权旁落。所以思聪，这什么意思？为什么没有办法谈？为什么会失眠？为什么是会焦虑？因为现在习近平在国内忙得要死，谁还管你呀？对，没错，我们看到说这个。Bloomberg 有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是什么呢？他是说呢，川普的这个深夜痛斥习近平，然后这个贸易战的僵局更一步加深。它里面讲到什么呢 ？Keep Trump up late into the night， 就是意思是什么？就是川普呢，他在晚上睡不着。为什么睡不着？因为他很焦虑。为什么很焦虑？简单来说，你看。这个赵尔，你看他当初当选说什么？我很快搞定俄乌战争他搞定了没有？没有。伊朗他搞定了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搞定啊。那跟中国的贸易战搞定也没有啊。而且之前川普他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是交易的艺术。对啊，我很会啊。对啊，没错啊。结果现在怎么样？我踢到铁板了。对啊，现在大家都在笑他是 Taco 嘛，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很焦虑。好，为什么这个 Bloomberg 会报道说他在晚上彻夜难眠？主要原因是这样，你看这是深夜2点哦，2点17分哦。他在 True Social 上面发文，照2点17分，我们可能都在睡觉，睡死了。就没想到川普居然在深夜中发了这个文，这个文是什么 ？I like President Xi of China， 对 ，always have， 我一直很喜欢他，一直都很喜欢他 ，and always will， 以后也会很喜欢他 ，and but he is very tough， 他很强悍 ，and extremely hard to make a deal with， 也就是说很难跟他达成贸易的这个谈判呐。所以呢，深夜2点，我就跟你讲。深夜的10分里面来说的话，我就讲会深夜10分发文章的都一定非常有感嘛。那为什么这样说？简单来讲，因为《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习近平下了一个命令，叫这个何立峰，你不要给我撤退。所以有2种可能，一个是习近平真的很硬，他不想撤退。但是呢，这个美国一个智库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他在接受福斯的访问的时候，他说了，川普总统担心中国发生一件事，所以他才暂缓的跟中国课征高关税，就是因为他可能中国内斗嘛。那内斗说，如果真的这个跟你高关税，搞不好你习近平就垮啦。所以我就这样啊。但是我们愿意跟习近平谈，但是看起来的话，习近平已经大权旁落。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习近平在中国内部已经失去了跟美国打交道的权利了。就是你要找习近平，不好意思，我不能接电话，因为我已经不是主要人物了。我说你硬之外，我还找人去放了这个话给你。对，所以这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来说，中国的确有内部非常多我们不知道的讯息在这个地方。不过我就讲，为什么川普会这个真的很难受？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最近呢，我们在达成了这个所谓日内瓦协议之后呢，照理说双方应该降温嘛。可是赵好有看到降温吗？没有，降温啊！大家互相底下捅来捅去。好，那尤其最新的这个消息，这是日本的这个铃木汽车，它在今天的盘中股价跌了5.7%。为什么？因为它今天宣布一个说，不好意思哦，我可能在日本生产的这个 Swift 的小车款呢，因为我现在没办法生产，要停产。那停产后，大家想说是什么原因？他就直接跟你说，因为中国大陆管制稀土出口，导致零件短缺，所以因为它没有零件之后，它就要直接就停产了，就停产了。对，那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讲还有什么？欧洲的汽车厂商，目前欧洲的零部件，因为这个稀土短缺，欧洲的汽车零组件来说也没有了。所以那事实上目前为止，你看欧洲零组件也没有了，日本零组件也没有，美国的这个汽车业者也写信给川普嘛，所以搞什么？中国你还是在管制稀土啊！而且这几天的最新消息是中国准备把稀土列为他们的管制项目，以后会长期监管，越来越硬。对，所以这样，这
显然我就讲这件事情让川普觉得面子都没了，他就说，我很会这个所谓交易的艺术，那怎么搞到老半天？所以他今天不管用如何，用一些所谓的发文的方式，甚至找人去放话，我一定要赶快把习近平逼上谈判桌。是啊，你看他对他强，对他硬，对他强，他硬，习近平好像没办法打他的这个样子。好，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事实上，为什么他们这个美国会很焦虑呢？因为现在这个《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报道，他就说呢，这个中国被指到信誉赤字，然后这个先同意再说的策略逐渐的这个显现。也就是说，现在对川普来讲，他也很担心一点，就是说好啦，我今天跟你达成一个贸易协定之后，你会不会做到？你根本也做不到啊！所以等于说，川普现在很头痛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去约人家出门去玩，你说好，然后最后放人家鸟的概念。对，没错，这个对川普的焦虑是第一个，我没办法跟习近平这个达成协议，他很 tough。或者是他已经实施了。第二个就是，就算达成协议之后呢，根本你也不会实施啊，所以那怎么办呢？好，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这主要是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这个特奥多罗，他在香格里拉说了，他说什么？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一个常见的摩擦就是北京不注重履行承诺。就是说，你过去讲什么，你不会达成啊，不会达成的话，那说而已。那之后当然就该跟你翻脸嘛，对。那为什么这样说？你看嘛，我们讲日内瓦协定之后，不是说双方都不要吗？中国当时的这个所谓的何立峰不是在跟这个美国被称说，放心，我们这个稀土管制没有了，就照回去有没有？照样来啊，所以就是这样嘛，所以就这个中国就说没有，我们有给你，只是我们把这个审批的速度放得很慢，又在玩这甚至到停止那不是就是你没有这样子做吗？对不对？好，那你们要知道，所以我就说，那中国怎么说？中国就说，因为美国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生产晶片释出警告嘛，所以我们才进行一个反制嘛。所以呢，中国还这样认为。可是问题是，双方之前达成的协议就是稀土不能够做，你这样做，你就是违反你的法令嘛，违反你的说法。所以他们说，这个所谓菲律宾说中国存在信任和信誉赤字来说，其实也不是无所本的哦。对。那特别是怎么样？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川普现在他们又爆出，在第一个任内的时候，当时的贸易战的时候，中国在一个初步协议中间反悔。也就是说，2019年5月3号，中国谈判的这个团队透过 email 向美国发了一个 Word 的版本的初步协议。然后初步协议这个其实都是他们两个国家已经达成了哦，就没想到其中这个知识财产权的部分有1/3的红线被划掉了。那知识财产权的问题是美国关切的核心。那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些修改只是当时正在进行谈判的又一步。但是华盛顿方面认为说，修改的幅度之大，不仅是战术举动，而是中国食言了。就这样，也就是说，原本他可能有一个这个当初达成的第一个协议是说，我们就这样，好这样，我们都已经白纸黑字差不多 OK 了，没错，都没问题对 OK， 你也说，我也说 OK 的，OK， 好，我们都这样做了哈，就没想到我再发给你的信说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有这样你不是在玩他，所以后来川普就很生气嘛，他就提高对这个美国的对中国输美国的这个关税嘛，所以才导致那当时是谁不要？当时就是习近平不要，对，所以就说习近平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知道。然后后来不是说又买了，但是后来不是，而且他当时到2020年初的时候，你第一次这样弄我，我想说你应该不是对我这样子，是我愿意原谅你一次好了。这样说好，2020来咯。原本说什么购买承诺是美国商品58%，然后结果嘞，你根本不足以达到贸易前占的所有进口水平。所以简单来讲，中国你根本一切都玩虚的没有购买任何承诺的美国商品。对，所以就说了，现在你看，从第一个阶段的贸易谈判来说的话，你看你常常出尔反尔，然后你说要达成的时候，你也没有买。所以他川普就是现在开始担心说，好了，就算我跟你达成的时候呢，那我在几年就下台，那你会不会做？我也不知道。所以现在对川普来说，这个为什么他会在深夜2点的时候会发这个文章？他当然有所本。所以呢，好，那你既然这样的话，现在我觉得川普现在有可能跟你玩硬的。你敬酒不吃的，他不是被人家笑是塔口吗？对，所以他现在有可能跟你玩硬。玩硬是什么东西呢？他现在这个《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报道，他有一个燃料出口商叫 Enterprise 的公司啊，他就说。最近呢，他收到美国政府的这个来信，就说你不要再把你的乙烷呢出口到中国去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乙烷这个东西是主要用到什么？很多塑胶产品，然后很多这个餐具会用到，然后取暖的时候也需要用到，等于是这个民生必须的一个塑化原料。那目前为止来说，美国是占全世界乙烷产量约莫是70%-80%以上。那另外，它主要都是销到中国去，所以那中国没有其他替代厂商，所以全世界目前为止来说，几乎是美国独占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好，那我们就直接这样子好。所以呢，
美国商务部就说打算否决位于休斯顿航道的码头向中国运输山船乙烷的要求，所以他完全不让它运到中国，让你中国乙烷整个断缺了。对，没错。好，所以就是这样，现在双方互相的这个戳来戳去，对不对？因为乙烷说什么？乙烷运输可能会增强北京方面的这个军事实力，然后中国对乙烷免除，因为为什么？因为中国需要乙烷，所以中国对这个乙烷免除了进口税，因为美国是全世界唯一的海运乙烷的供应国嘛，所以我就跟你讲，目前为止来说话，就是等于美国也不要给你乙烷，你进我的稀土，我就不要给你乙烷。所以现在双方已经开始在这样贸易的这个摩擦继续在堆高，所以我才说接下来可能搞不好会出现大家意想不到的这个状况。还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还有卢特尼克。卢特尼克来说的话，目前为止他这几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哎，我们目前为止美国跟贸易谈判在这个跟越南提出了强硬的要求。”好，那什么叫强硬的要求呢？主要原因是因为看，这是6月3号的这个路透社报道，美国近期向越南提出一个冗长而且艰难的关税谈判清单，然后要求什么？要求越南减少对中国工业产品的这个进口依赖，并且加强对国内供应链与生产的监控。越南还是提交了一个文件回应美国政府要求，然后表达愿意就此问题达成共识的决心还有诚意嘛。你刚刚说困难，但越南直接说 OK 的。我也帮你打击中国，决心跟诚意我真的拿出来。对，但是问题是这个能不能到最后的定案，这还是个问题嘛。因为我就讲，如果你假设是说，如果是都已经做好，然后运到这边稍微加工，然后越转出去，这个的确是洗产地。对。但如果是供应链的话，这个就不算是洗产地，那你怎么去界定？所以来说，如果真的假设是路透社的报道是美国对这个越南开出这个条件的话，那越南会不会吞？我觉得这个都还要再谈判。那当然了，卢特尼克还有说，这几天来说，可能印度会最早达成协议。但因为为什么？他还跟印度说什么？他跟印度说，你不要再买这个俄罗斯的军备，你买我们美国的军备，然后你不能够用这个所谓的去美元化，你要用我们的美元。所以看起来的确很多国家都有在谈判，但是呢，因为谈判还是都一个一个卡住的一个状况。那尤其是他最担心，他最想跟谁达成协议？当然是习近平中国嘛。但是中国现在到底，习近平到底你还在不在还是怎样？我也不清楚哈。好，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呢？事实上，在今天的时候呢，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新闻网的时候就 po 了一个文章。这个文章是你看6月4号早上，中国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就是他们两个这样。好，那这为什么引人注意呢？赵，你知道吗？事实上，上次习近平出现在中国媒体的报道是5月20号，就是他真正露面是5月20号。大概有2个礼拜他不见人影而且这段时间来说的话，央视很多报道或是这个所谓的人民日报报道，没有他的都没有习近平，对，所以大家觉得奇怪，为什么就没有他？所以前一阵不是我们就说吗？好像疑似习近平是个失事或是人不见。那你可以看，这个是他们中央电视台释出的画面。对，卢卡申科，他是白俄罗斯的总统，那你如果照理说你是国家主席，你要见这个卢卡申科是国家级。国家级的话，你要到哪里去？你要到钓鱼台宾馆啊！钓鱼台宾馆才是这个真的是这个2个国家。那你这是什么地方？他说是在中南海，那中南海有一个办公室。然后习近平他其实有讲说就在我办公室的旁边，就是一个小小的办公室而已。那这个规格其实是不太符合一般对待这个国宾的方式哦。然后所以就有人就说，那个习近平可能是被软禁在这附近嘛，他出不来，所以他只能够在这个地方见这个卢卡申科嘛，办公室旁边的这个地方。对，那当然这都是推论哦。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因为卢卡申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因为这也很奇怪啦。因为卢卡申科是连任成功，那连任成功的时候，他现在有人说是说他要邀请他到这个，他要答应这个习近平说8月底到9月初他会在上海和风和会来说话，跟你这个进行一个阅兵嘛。他是说来到这个地方，可是问题是你看他是1月就连任的照理说你应该可以很早就来这个中国访问，那为什么要卡到这个时间来中国访问呢？那原因有人这样说。因为有人说是他来探探习近平的虚实那为什么？因为谁派他来的？好，我们在节目上不是讲到吗？当初不是习近平，你看最近苗华被这个双开，对不对？还有包括何立峰也不见了。最近不是许其亮也死了，那搞了老半天，中国真的政局有非常多的变化。那不是在传言说什么这个胡锦涛人马回来，然后什么这个胡春华人马团派一大堆消息一大堆，大家都不知道什么状况，然后习近平又不见了。所以大家很担心，谁最担心？普丁最担心。普丁很担心嘛？当时这个川普不是有打电话给普丁吗？那普丁也想打电话给习近平问题是好像习近平就不见人影嘛。好，所以他派这个卢卡申科来看看，
习近平，你探探虚实，对你到底还在不在啊？或者说你目前为止到底权力还稳不稳固啊？这样子见面的一个方式嘛。好，如果假设他带回去的讯息是习近平很稳固，那就是普丁就安了嘛。那假设他不稳定的话，普丁就很害怕嘛。所以跟你讲，目前为止的确，我觉得目前为止最大的这个变数来说，中国跟美国能不能达成贸易谈判，最重大的当然是还在习近平本人。对，习近平他如果真的不愿意达成协议的话，那当然就没辙。那到底是说他不愿意，还是说他不能够？那这也变成是我们现在关注的一个焦点。或者现在对于习近平，对于中国来说，最麻烦是什么？跟经济是有关系。我们前几天一直在讲说中国经济的一个状况，你可以看到，现在他们赶快要把他们最强的电动车能够去外销，但今天整个事情来发生了，这是中国烟台说满载哦3000辆汽车，你看到这么大台的一个货轮，结果怎么样？失火了。这火警之后，等于是变成一颗海上炸弹。是你这个画面看起来是非常的触目惊心哦。它其实是5月底从中国烟台出发，载了3100多辆的一个汽车的货轮哦，就这样子直接哦就在海这边，然后就烧起来啊。那主要原因是什么？他们说是叫米达斯号，它里面呢大概有3159辆的汽车，其中65辆是纯电车，那681辆是插电的一个混动车哦。那据那个船上这个船员讲哦，他们现在22人也都逃离了。他们就说看起来就是应该是在行驶的一半当中，突然之间起火。都知道电动车，因为它就是锂电池的，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子很容易扑灭掉，所以到最后他们是弃船潜逃，还不是汽车潜逃，是弃船潜逃，因为实在没有办法。那虽然没有具体说是哪一些车子的品牌哦，不过呢看起来哦应该是就是上汽哦，因为呢就是上汽他们之前有打那个打墨西哥的一个市场，所以这一些车子应该都是要去运到墨西哥，然后去销售的。然后大家想说，天哪，这样子这个损失有多大？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汽车运输船比亚迪的深圳号在巴西首航。那比亚迪这也是交付了7300多辆的电动车哦。那呢，其实呢，这个他们总共这个船有多大？是16层的甲板哦，可以容量最多的话是9200多辆哦。那这也是比亚迪船队的第4艘船哦。那我们都知道啊，为什么比亚迪它不是弄车的，干嘛要有船队？对，因为它就是不断的在中国产那么多车子之后要销啊，中国销不出去，只好往外国销啊，所以销价竞争赶快到货。对，连这种这个船也太大了，那比亚迪是那样。这个可能比一般大楼还要来得高，吓死人了！真的吓死人！你知道有多大吗？船长219.9米哦，也就是船光是长度大概有20层楼高，是非常非常惊人哦。那当它是它的第4辆，你就知道说比亚迪光是要把这个车子卖到海外市场的量有多大哦。那事实上，这其实凸显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那个其实中国他们自己电动车内卷价格不断的销价竞争，销到真的是已经销不动了，就是卖不掉了，所以必须要往外去销售哦。那其实现在各地包括山东济南有个社区就被人家发现说，小鹏的汽车也是自燃哦，然后还包括其他车也自燃。所以中国的电动车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品质很烂啊，很容易没丁没当，那个给那些我们的那些。所以他们内卷到最后怎么样？刚才在材料上面动手脚算了。所以你看到一大堆这种火烧车的都出现了。其实我跟你讲，那个因果关系已经很难以辩论，到底是因为内卷才偷工减料，还是本来就偷工减料，所以导致更内卷？吓死人了！反正简单一句话，就是它的品质真的非常差哦。还包括了北京一个女生她就说我这个3月2，我这个车子买才1个月左右吧，实际开出20天呢，结果我的油门踏板的派体很可怕，才20天就坏了。那打它倒来的破皮你知道不？真是太吓人，怎么会这样子？就是真的是你刚刚讲到偷工减料，内卷到后来真的就变成是更是偷工减料。还有东莞2月12号有一个未来车主，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下雨天开敞篷不是我愿意开是车子自己开什么意思？他天哪，他的车内他竟然那个板子就是车顶直接就裂出了一个缝哦。”车子修2年都修不太好，所以让人家觉得很可怕。然后呢，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吗？你车子烂就卖不出去，卖不出去你就销价竞争，销价竞争你就往外送，反正它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今年第1季包括什么？包括蔚来汽车，包括小鹏汽车，包括小米汽车，全部都是亏损，通通亏损。
很可怕，我跟你讲，他们呢营收都是成长，而且营收成长都是什么20%、50%、70%、100%都给你成长，可是获利竟然是衰退耶！光以那个蔚来汽车，他们现在所公布的、他就说啊，我去年全年我现在亏了224亿，平均每卖一辆车我就亏10万，然后呢，成立7年来亏了956亿。那你想说你有事吗？你卖个寂寞啊，亏了你就不要卖，没有不行，一定要卖。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有补助，所以他们是搞什么？他们是在赚那个补助钱，所以就会发现他们卖出去有没有赚钱不在乎，他们甚至怎样没卖掉，但是我假挂牌，他就是要赚那个补助钱，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山不转路转，生命会找他的出路所以他们搞出一招，这招很厉害。你看比如说你看那个中间那个像星星这个天星这个左边是供应商，中间就是蔚来啊、比亚迪的这些核心企业，右边就是分销，就是帮你卖车的分销商你知道他们怎么搞吗？他就说我们这个本来这样销售嘛，但是销售不出去，那你供应商事实上已经很难，那供应商就赶快去拿我的一些资产去借钱，结果呢，银行拨款又可以因为你也是小供应商，所以他借得出来的钱又很少，结果呢，这个核心企业也就是你的这个比亚迪啊这一些蔚来汽车，他们就跟你说，我跟你讲，你小公司，我大公司，那个负担我来扛，怎么扛呢？我跟你说。我来借钱，我来借钱之后，我可以借出比较多钱，利息比较低，然后我再借给你们钱。你有事吗？变成是你本来是跟我买材料的，你要给我钱的，然后你给我票钱，给我开60天，我就是因为你的票钱给我开60天，我嘎不过来，结果呢，你还这么假好心，寡那给谁给说没关系，你现金周转不足是没关系，我来借你再跟我借。然后我票期给你开180天、230天，所以光是这样搞到这些供应商就倒了。这些供应商倒的原因是因为现金周转不灵，现金周转不灵的原因是因为你这一些大车厂假狼告就是明明要给我的票期，这个顶多就是2个月的时间，你现在给我开到那个230天，我当然嘎不过来啊。然后这真的非常吓人过去我们已经谈过这问题那时候以为只有比亚迪搞一个敌链没想到包括什么一汽啦、东风啦、长安啦、上汽啦，来，我们直接看下去，北汽啦、吉利控股，每个都在搞这些东西每一个人都这样搞，而且他们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他们讲说，我们这个叫做供应链金融平台，就是做的是肮脏事，但名字取得很好听，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中国的整个汽车产业、电动车产业会这样一类了，就是一句实在话，你车子根本就卖不动，你现金根本就周转不灵，所以现在在中国变成是供应商倒，就连你的一个分销商，也就是帮你卖车的这一些经销商，也全部都跟着倒。慧珍，这样看起来，中国电动车已经卷成这样、杀成这样、穷成这样了，现在怎么办？你看到中国已经现在官方要出手了，你们不行的，我来整顿，是这样。是他们官方他们跳出来，他说：“原来大家都搞宣的、搞假的，什么搞假的？你根本没有卖出去，你给我假挂牌，目的就为什么骗我补助？所以后来现在中国官方他们就说，我们现在要开始整顿包括什么？把他们旗下的像重庆长安汽车本来是东风跟长安和在一起，他们就说不行，我们现在要拆开来一家归一家，把它弄清楚。然后呢，在先下面又开了一个会议，什么会议呢？就说你们这些车厂，通通都不要再给我内卷了，价格不要给我这边乱杀了这样子，到最后大家都没有人任何赚钱。但看起来搞不好都已经为时已晚因为现在目前为止这个已经杀到都已经见骨了，已经短时间之内是没有办法光靠你一句话整顿就可以挽救这个死局的。廷慧，现在美国要对付中国，虽然现在川普是失眠的状况，但是他满脑子在想要怎么去对付。有2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一个叫台湾，一个叫韩国。尤其韩国部分选出了李在明，我们昨天已经讲他非常的亲中，而且今天是怎么样，连中国官方都认证他真的是亲中派。那这样问题点来咯，川普现在也要去修理李在明了吗？对，为什么是李在明会被视为是亲中派的你用他的所谓的人事任免案当中所用的内阁成员就可以看得清楚。当然，他现在开始选举完之后要就职，对不对？然后先要选什么办公地点对，结果呢，他也说，龙山这个地方风水不好，本来是谁？本来是那个尹锡悦说这个青瓦台风水不好，所以他搬出青瓦台。搬到龙山之后也没多好嘛，现在不是几年而已就开始又出事了吗？每个人都在说风水不好，对，风水不好。然后现在李在明说，这个龙山地点不好，他要搬回哪里？要搬回青瓦台。不过现在青瓦台在整修所以他暂时先用龙山来这个地方办公但问题在哪里啊？问题是说他今天韩国的政策立场就是反反复复嘛，一会亲中，一会
亲美，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就职画面当中有两派人马在那边拉扯，我觉得这个两派人马这个警卫他们在拉扯的画面就等于可以看得出来。亲中派跟亲美派在那边拉扯的一个结果，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正在拉扯，不是都是维安吗？都是维安啊，但问题是什么？有一派是什么？本来就是所谓的总统的警卫处的人，对。这些本来是过往在保护尹锡悦的，那因为当时曾经有下令说要把他抓起来的时候，这时候警卫处他不配合，因为他保护总统。但是后来呢，李在明他自己有带过来，就是在竞选过程当中对他那个随身保镖、随身的护卫警卫也是警察。但问题是两派人马在争取这个所谓的维安的主导权的时候，就看起来两派人马在那边拉扯，很凶对啊，他底下手就推来推去说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对啊，这个像不像亲中派跟亲美派的两派势力在那边拉扯的概念？这是一个缩影了，这就是一个缩影嘛。所以你看到，其实搬到哪里办公都是一样的。对，因为毕竟来讲，听说青瓦台的风水更加不好。而且李在明今天他特别讲，他说办公室存在窃听。我想说为什么会有窃听问题？一查之后才发现。旁边是美军基地，对，那你是什么意思？你是说美军会窃听你？你是要跟美国直接开干吗？不是，本来龙山那个地方就是他们的国防部门所在地，国防大楼。那后来这个尹锡悦是认为说到那个地方，第一个他的国防大楼本身来讲，应该有经过这个严密的所谓的这个反窃听的这样的做法。另外来讲的话，它旁边就是美军，所以美军来讲的话，这还有美国大使馆也在那附近，对，所以他们基本上要跟美国之间要联系很方便。同时间，这个象征的意义就是他搬到一个美国旁边，不是吗？这个概念就是搬到美国旁边的概念。那现在问题是当初其实说真的，我有些朋友是在美国驻韩大使馆里面，曾经跟我讲过，他尹锡悦当时搬过来的时候，没有跟他们知会，他说听是他突然间就搬过来了。然后他们有时候呢，比如说他们的那个望远镜一看了，从窗户看出去就可以看到他们办公室在干什么这样子。所以其实说真的，非常的近。对啊，但是因为他是亲美的，所以这个当时他也没什么讲话。那问题是现在，就算是李在明搬回青瓦台，请问青瓦台里面没有窃听吗？还是有窃听的啊，他基本上来讲的话，在韩国内部窃听无所不在啊，所以那窃听器有可能是俄国人摆的，有可能是中国人摆的，有可能是美国人摆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其实关键还在他的政策。那他的政策是什么？看他的所谓的人事任免，他的内阁名单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一个就是他的总理，就是所谓的他的这个总理大臣的概念他叫金明喜。不过金明喜他很特殊为什么呢？因为他从韩国大学毕业，韩国的这个首尔大学社会系毕业，跟那个宇轩是一样社会系的他毕业之后就跑到美国甘乃迪学院去就读硕士，结果现在甘乃迪学院、哈佛甘乃迪学院不是被川普他们说是什么党校吗？对，对不对？那训练他说是培育中国高官的党校。是啊，那你韩国人跑去那边读的话，是不是也受到这个亲中的这个思维的一个影响呢？那结果这个不是只有哈佛大学毕业，回来之后跑去哪里？跑去中国的清华大学来进行这个法学院的拿到法学硕士学位，去当了习近平的学弟啊，你知道吗？那也代表说，这个亲上加亲啊。那以后来讲的话，这一位这个金明喜来讲的话，是不是未来真的就是跟中国的关系就是比较好啊？那这个是有关经济方面的。那另外在安全方面呢，这个在韩国的这个所谓的国安市长来讲的话，他任命了这个魏胜洛。那魏胜洛是什么？魏胜洛是以前韩国驻俄罗斯的大使。那基本上来讲的话，他也是这个所谓的作为这个李在明的在竞选过程当中的重要的外交顾问那他所主导的务实外交的这个策略当中强调建立韩国式的外交坐标系，也就是同时间要对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采取务实跟全面的这个方针，也就是等距外交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不完全亲到美国这边来，我要跟大家都很好这个概念。所以这一位魏胜洛来讲，就掌握了李在明的安全方面的这个议题。那另外这个金明喜他是掌握了经济，你看经济跟安全这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亲中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你可以想象得到。李在明的政策一定就是往中国这边靠了嘛，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这个也有人提到了就网友有提到说，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目前中国一个小小的惊喜。为什么小小惊喜原来在川普整个这个大的战略之下，还有一些国家，像这个韩国呢，竟然选出了一个让中国感到非常窝心的这样的领导人不过换句话说就是说。
中国到底能不能真正的指使他？而李在明是不是有所谓的我们讲说架构上、结构上的一个因素？必须还是要听美国的哈，因为毕竟来讲，驻韩美军还是非常多的。对，韩国的安全保障不是只有嘴巴说算了，还是要靠实力。而这个实力来讲呢，还是由驻韩美军来展现的、哦。所以到最后来讲的话，到底所谓的亲中、亲美势力，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两派势力的在那边拉扯这个情况之下，到底最后谁获胜呢？那就要看这个李在明政权怎么去主导未来的政策了。志忠，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现在不管是亲中或是亲美，对于中国人来讲，我现在是什么？我要能够逃离中国多少，就逃离中国多少。你看啊，这是日本的杂志哦，他特别写了刊出这一篇，他说了中国新移民润日为什么都跑到日本去？过去中国人都往美国去跑，但是川普一个禁令下来之后，没有人跑去那边了，现在反而都跑到日本去了。所以日本写了这篇报道出来，代表一件事情。现在衰到的会是日本吗？你看，这是这个最近的这个6月10号到17号，日本的杂志讲的这样。你看，这是这样，中国新移民润日，这个我们当然都看得懂啊。也就是说，现在很多中国富豪要往外跑，往外跑来说，他们整理出来，中国的富裕层在这边，对不对？过去他们可能要往美国去跑。但问题是，现在往美国，你看人气的美国现在取得困难，所以不行了。好，那现在往哪里？往日本来，那润日啊，润日，因为什么？他说签证取得容易，然后所需的金额相对到低，他只要投入大概500万日元的这个创业等等的这个资金就可以，500万日币就可以了嘛。那到美国不是不行了，现在川普不是要发一个黄金卡吗？黄金卡要500万美金，所以呢，人家是500万日币，它是500万美金。当然对日本来说是相对比较容易嘛，所以很多这个中国人就让到日本来了。好，那尤其他看哦，你看这是他整理出来的哦，这是美国的在美国留学的中国人，你看人数在下降，然后反过来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在往上升。所以就说了，现在很多股力量，比如说可能我念书的时候就到日本去，对，然后很多中国的富豪到日本去自产，所以现在有大量的资金呢，从过去的跑到美国去，现在转往日本的一个状况。那转往日本会做什么呢？他会买房子。好，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马云不是有买吗？马云我们之前不是说他还买了在这个箱根的这个别墅，买了一整栋，然后后来他还买了一个在六本木的高档的这个地方买这个豪华公寓。好，那根据日本的房地产的这个专家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目前为止一栋高楼大厦要出租的时候，大概有15%到20%是外国人，然后这个数字更高，然后超过90%的外国买家就是中国人，所以他们都会挤，而且他们不喜欢那种太老旧的街道或是拥挤的这个酒吧街嘛，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跟他讲，的确哦，现在如果你真的要去日本的话，你去哪个地方会看到很多，你看东京的池袋。那边有一大区都是什么？都是中国人的，都是中国人的商店在那边非常非常多。那甚至目前为止来说，他们不是只有在买东京，他们还买这个大阪、福冈等等地区，都全部都在买。那因为日币便宜嘛，所以他们拼命买的一个状况。然后他就说，过去在买这个，过去的都是投资客，但是现在都是以这个中国富豪为主，然后40、50岁，然后他们都要自己住。所以现在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他们是要自己住嘛。那我们讲，除了马云买这个所谓六本木的公寓之外，事实上我觉得最漂亮的是这个王石买的哦。王石买的是谁？他在2023年买了这一栋，这个虎之门 Hills。我们讲虎之门 Hills，如果你知道的话，旁边你这栋大楼里面有一个叫安达仕酒店，我不是在对他做广告啦。安达仕酒店呢，它是全东京看。就是这一栋铁塔最漂亮的地方啊，就是这里，就在这个虎之门之丘看这个东京塔非常漂亮。然后它在什么地方？它在麻布台之丘的旁边，六本木麻布台之丘的旁边，这个非常有名的一栋建筑，视野多好，对，很漂亮，很漂亮。然后他这买了这个，他因为他下面有安达仕嘛，所以你看它除了是高楼的这个建筑之外，这个格局非常漂亮之外了。然后它因为有安达仕酒店，所以它有饭店式管理，就是晚上兆和，如果你住在这里面，你要吃这个，我要吃这个omakase哦，来给我来一都有人帮你处理。来给你，你要喝什么香槟啊，什么全部都有给你。这个我们有这个方面的，而且还可以眺望整个东京市区。你看这个住在这个地方实在太棒了。对。可是问题是你的叫价是多少呢？不好意思，你一平是370万起跳。所以这很贵啊，那因为这是豪宅中的豪宅啊，这个当然王石去住符合他的这个身份地位啦。那他就说什么可以眺望东京铁塔，还有富士山嘛，对不对？然后入口柜台还要能够说日文跟英文双栖的这个工作人员，所以等于是这个住这个虎之门之丘。好，那另外还有一个谁？刘强东。那刘强东除了娶这个奶茶妹之后，他这几年也都往海外去跑啦。他买什么地方？他买中央区的这个叫晴海塔楼，对，这栋楼。那这栋楼来说的话，事实上
它这栋楼是在海滨区，那海滨区来说的话，它也不便宜哦。你看这一户来说的话，要168万1平。现在画面当中这个一户对要这么贵，对，一户大概要10亿左右啊。那事实上每平要168万，你看都比我们台湾的很多房子都要贵很多。所以呢，这就是他们到这个地方去买。所以如果假设观众朋友，如果你有钱的话，你也可以去当王石的这个亲戚这个邻居，你也可以当刘强东的邻居，你也可以当马云的邻居。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最近而且你知道吗？这个造很让很多日本的这些房地产业者觉得夸张是什么呢？我们买房子，像我们在台湾买房子，说好了，我这个先付头期款，对，然后后面来说的话，像慢慢贷款啊，这样，他们没有，你需要贷款吗？你要怎么付款？不好意思，我拿现金给你，真的拿现金吗？现金呢？对，你看这个人就说，你看他真的这一栋房子，中国男性，然后就拿了2亿1500万就给我了，现金购入，然后还不止这样，还有一个人是20亿元。等一下，他什么概念？好几包，一堆人说，阿里嘎多都在骂，就直接给你，对，给我现金的。于是呢，他们就说问那个说你这个钱从哪里来？他说我们从地下钱庄拿出来的。好，就这个记者呢就跑去说，那你说那个地下钱庄在哪里？我想去看看。结果这个拿到钱这个人就跟他指说在哪里。就他就说他在东京市区的一家转角的一家所谓接待中国顾客的地下钱庄，然后从外面看就是一个普通的二手专卖店，对，然后就走进去，二手专卖店，然后这个店员就说你要干什么？那他说里面是一片漆黑，也没有任何陈列商品，然后我以为我走了，就没想到就有一个店员从门后探出头来说，你是要做什么？然后就说，我想要兑换货币，然后他就带他去另外一个房间。所以这一间小小的店，他对就在做地下汇兑的，就地下汇兑啊。所以大家看，还你要进去还都没有灯，然后突然看，就好像那种特务，我们看到那种电影里面的情节。好，那他们到底怎么出来？钱怎么出来？我跟他讲，这个日本媒体还整理了一个机制，就是说好，这个 A 氏他在日本要买房子，对不对？那怎么拿钱呢？这个 A 氏他在中国的户头里面有银行有钱嘛，好，他把人民币领出来之后就到地下银行去，地下钱庄啊，然后地下钱庄之后就他把钱汇到中国的企业，然后中国企业呢又用买卖商品跟外国做生意嘛，等于把钱就洗出去。当然这个费用当然是蛮高了，地下钱庄一般来说啦，市场行情大概是收20%以上起跳嘛，所以就是，但是这个可不可以跑？当然可以跑，因为他们是跑不出来。如果你有这个管道让他们 run， 他们一定 run。所以等于这一道所谓的黑钱呢，在东京市区目前为止是很多地下钱庄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好，那我就讲，中国知不知道这件事？中国知道，中国很多 run。我跟他讲，现在不是只有富豪 run， 最近这个中国最红的是这个是谁？这个一个法官 run 了，这个法官你看。这是法官呢，你看保全高速一心为名，就是他其实是个法官。那他到底做什么呢？他一个助理法官，因为原来他把这个我们执法单位不是都有时候会收一些赃款嘛，或者说你赵和你犯了罪，你要缴多少钱？结果他把那个缴的钱呢，把 A 走了，然后 A 走的时候就跑了，然后他年初呢，这个叫白冰，他就提出辞呈，然后到案发时都没有获准。然后白冰外逃已经准备，他把钱都汇到海外之后，已经获得希腊的国籍。然后会事发是因为女友向闺蜜炫耀说我准备到海外去了，就没想隐私外泄，就被人家举报。结果没想5亿之后，他们就全家就跑到日本去了。那目前仍然还不知道。而且一卷3亿元。有人说2亿啊。我想说你是个法官，没有，你就是一个助理法官，可以这样子卷了又卷。3亿人民币，你乘以5来说是15亿台币，就卷走。所以现在目前为止来说，中国怎么样？中国准备要加强打击富豪。打击富豪什么？他现在要瞄准所谓的海外的收入。他说，如果你海外收入里面你有什么投资回报、股息啊，还有员工选择权等等呢，我要给你征收20%就对了。所以等于是中国缺钱，他就需要跟你争钱。所以你要知道说，事实上这个富豪当然要 run， 法官也要 run， 但是中国要想办法增加他自己本身的财富。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